家里那几个又高又深，看起来特别气派的网红花盆，赶紧去检查一下，多半就是你家植物叶子发黄掉落的元凶。这种花盆在园艺界有个很难听但很真实的绰号，叫做植物棺材。你以为给了植物一个豪宅，实际上是把它关进了水牢。很多人看到这种花盆造型简约流畅，觉得摆在客厅特别有格调，买回家以后直接把土填满，然后把植物种进去，不管是发财树还是琴叶榕，甚至是那种很耐活的虎皮兰，种进去没几个月就开始出问题。这种花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的结构设计完全违背了植物根系的生长规律和物理排水原则。这种桶状的身形花盆，它的内部空间对于绝大多数室内观叶植物来说都太大了，尤其是纵向的深度。你必须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在室内养花和在大自然地里种树是完全两码事。地栽的时候，土地是无限广阔的，水分会向四面八方渗透，而且地下水位通常很深，土壤的毛细现象和蒸腾作用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循环。但是把你家植物限制在这个又高又细的瓷桶或者塑胶桶里，情况就完全变了。这种长期积水的环境直接导致了土壤内部严重的缺氧。植物的根系是需要呼吸的，它们需要氧气来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和养分吸收。在一个正常的浅盆或者比例适中的花盆里，水分蒸发快，空气能顺利进入土壤空隙。但是在这个深不见底的网红盆里，底部的土壤长期被水浸泡，空气根本进不去，嫌弃性细菌开始大量繁殖。这种细菌会分解土壤里的有机质，产生硫化氢之类的有毒气体，不仅味道难闻，对根系更是毁灭性的打击。你把死掉的植物拔出来闻闻根部的土，是不是有一股酸臭味或者臭鸡蛋味？那就是典型的烂根味道，就是被这个漂亮的花盆活活闷死的。再来聊聊土壤压力的问题。这么高的花盆，如果你真的老老实实从底填到顶，那个土量是非常惊人的，一袋土倒进去可能都不够，这就造成了物理上的压实效应。上面的土压着下面的土，加上水的重量，底部的土壤会变得非常紧实，板结的像水泥一样。新长出来的毛细根根本钻不下去，老根又被憋死。很多花友换盆的时候会发现，这种深盆里的植物根系只长在上面那一小层，下面大半截土里全是黑乎乎的死根，或者根本就没有根扎下去。这是植物在自保，它本能的感觉到下面不是能生存的地方，所以只能蜷缩在上面那一层能透气的地方苟延残喘。市面上卖的这种花盆材质通常是上了釉的陶瓷，或者是那种加厚的塑胶，侧面完全不透气，只有底部那么可怜的一两个小孔。有的为了美观，甚至连底托都是一体式的，多余的水流出来都很难清理，积在底托里继续反吸回去。这种密闭空间加上过深的土层，在夏天高温高湿的时候，内部温度会急剧升高。湿热的土壤就像一个蒸笼，把娇嫩的根系直接蒸熟了。你看那些叶子边缘先变黑，然后整片叶子化水腐烂，多半就是根部已经烂得一塌糊涂了。而且我们还要考虑植物本身的习性。绝大多数我们买回家的室内盆栽，比如龟背竹、黄金葛、吊兰，甚至是大型的幸福树、鸭脚木，它们的有效根系其实大部分集中在土层表面往下20到40公分的范围内，它们根本不需要那么深的土。你给它准备了1米的深度，下面的60公分全是无效土壤。这些多余的土不仅浪费钱，还成了藏污纳垢、滋生病菌和虫卵的大本营。里面的湿气散不掉，黑翅迅锐就在那里安家落户，怎么杀都杀不完。这种花盆还有一个很隐蔽的危害，就是关于肥料的积累。因为排水困难，我们平时施肥残留的盐分很难通过淋洗的方式排出去。在浅盆里，我们可以通过大水冲淋，把土壤里多余的盐分冲走。但是在深盆里，水流下去都费劲，更别说带走盐分了。时间久了，底部的土壤盐分累积过高，渗透压改变，会反过来吸走根系的水分，造成烧根。植物明明看着不缺水，叶间却焦枯发黄，这就是土壤盐渍化中毒的表现。
这种花盆对于多肉植物来说更是致命的毒药。多肉植物原产地大部分是干旱地区，根系非常怕闷湿。如果你用这种深桶盆种多肉，哪怕是种很容易活的玉树或者老庄法师，基本也是九死一生。多肉的根系呼吸需求非常大，这种深盆内部空气流通几乎停滞，浇一次水半个月干不了，多肉的根系几天就在这种桑拿房里烂完了。你会发现多肉的叶片一碰就掉，茎秆发黑，切开一看里面已经空心了，这就是从根部一路烂上来的信号。我们再从经济角度算笔账，买这样一个又高又大的网红盆，价格通常不便宜，然后你需要买大量的营养土来填满它。现在的优质颗粒土或者进口泥炭土也不便宜，填满一个大号的深盆，可能光土钱就得好几百块。结果养死了几百块买回来的植物，最后还得费劲把这些发臭的土倒腾出来处理掉，这简直就是花钱买罪受。其实真正懂行的人看到这种花盆都是绕道走的，嘿嘿，或者只拿它当个套盆用。什么叫套盆？就是植物种在一个普通的透气性好的塑胶青山盆或者加仑盆里，然后把这个普通的盆整个放进那个漂亮的深盆里，底部用东西垫高，让里面的盆口和外面的盆口齐平，这样既享受了网红盆的高颜值，又保证了植物根系的透气排水。但这有个前提，就是每次浇水的时候，你最好把里面的盆拎出来，浇透沥干了再放回去，或者你要非常小心的控制水量，还要定期检查外盆底部有没有积水。如果只是为了图省事直接种进去，那真的是在给植物判死刑。现在很多商家为了卖花盆，拍出来的照片确实很美，北欧风、极简风，看着就让人心动。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些照片里的植物可能刚种进去10分钟，拍完照就拿出来了，或者那就是一次性的摆设。我们养花是为了看它生长，看它发新芽，不是为了买个一次性的装饰品。如果你家里已经有了这种花盆，而且植物已经种进去了，建议你现在就去观察一下植物的状态。如果发现叶子没有光泽，新芽发黑，盆土长期不干，别犹豫，趁着植物还没死透，赶紧翻盆。翻盆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刚才描述的那个惨状，底部的土绝对是又湿又蔫，根系可能已经没有白色的新根了。这时候你要做的就是把烂根修剪干净，泡一下多精灵，然后换一个浅一点、透气性好一点的花盆。如果非要用那个深盆，就按我说的，把它当个花架子用，里面套个盆。千万别再天真的以为土越多植物长得越好，土多了不透气就是毒药。对于那些正准备入手这种花盆的朋友，我的建议是非常坚决的，直接从购物车里删掉。除非你是用来插干花或者种那种仿真植物，否则不要挑战这种反人类的设计。养花本来是一件修身养性、让人放松的事情，不要因为选错了容器，给自己制造无尽的麻烦和挫败感。一个好的花盆，首先要考虑的是植物的生存需求，其次才是美观。那种矮胖型的、底孔多的、材质透气的陶盆或者控根盆，虽然看着没那么高大上，但能让你的植物根系爆满，叶子绿得冒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老庄的植物，比如造型好的罗汉松或者大型的龙血树，商家发货的时候就给你配了个这种深盆，这时候你一定要留个心眼。很多商家发货为了省事，也是直接套盆发过来的，或者土只填了一半，下面全是泡沫。如果你买回来觉得盆不好看或者土太少，自己动手给它填满了土，那就是好心办坏事了。商家那么做其实是在救植物的命。如果你一定要换盆，也要遵循宁浅勿深、宁宽勿窄的原则。这种深花盆还有一个特别麻烦的地方，就在于换土。一般的花盆，我们倒扣一下，拍一拍，土球就出来了。这种深桶盆，因为土太重，摩擦力太大，你想把植物完整的取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往往需要2个人配合，甚至要打破花盆才能把植物救出来。这在操作上也是极不人道的。当你发现植物烂根需要急救的时候，面对这么一个沉重的大家伙，你会感到深深的无力感。如果你实在舍不得扔掉那些花大钱买来的网红深盆，
或者觉得它们摆在家里确实好看，那我教你几招补救的办法。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能让你家植物的存活率从10%提高到60%。这需要你动手对花盆内部结构做一个大的改造。核心逻辑只有一个，就是人为的缩小实际的种植体积，把深盆变浅盆。第一招叫做物理架空法。很多人知道在盆底垫东西，但垫的方法完全错了。大家习惯垫一层薄薄的陶粒或者是捡来的小石子，这对于几十公分深的网红盆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你要做的是填充掉花盆底部至少1/3，甚至是1/2的空间，找那种轻便、不吸水、体积大的填充物。最好的材料就是装修剩下的保丽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泡沫板。把它掰成大块，塞到花盆底部，直到填满你想架空的高度。或者用喝完的矿泉水瓶拧紧盖子，不要撕掉外面的塑胶纸，直接扔进去7、8个，把底部空间彻底占死。这样做有2个巨大的好处。第一，彻底隔绝了底部的积水层，让土层变薄，植物的根系就能呼吸了。第二，大大减轻了花盆的重量。你想想，全是土的深盆，动不动就几十斤，搬都搬不动。填了保丽龙或者空瓶子，重量至少减轻1半。以后你想挪个位置或者是清理卫生，也不至于把腰给闪了。在这个架空层上面，你再铺上一层纱网或者是无纺布，防止上面的细土漏下去填满空隙，最后再填土种花。这样一来，虽然外面看着是深盆，但里面其实是个浅盆结构，植物就会舒服很多。第二招是必须掌握的配土秘籍。如果你非要用深盆种花，而且不想做架空，那你的土就不能是普通的营养土，必须是特制的透气土。普通的营养土保水性太好了，在深盆里就是灾难。你需要往土里掺入大量的颗粒介质，比例至少要达到50%甚至更多。去买大包的珍珠岩、浮石、火山石或者粗沙，狠狠地拌进去，把土壤搞得像沙拉一样松散。这种高颗粒的土壤排水速度极快，水浇下去，嗖的一下就流走了，不容易在中间滞留。虽然这样需要你浇水勤快一点，但对于深盆来说，干总比湿好，旱总比涝好。宁可让植物稍微渴一点，也不能让它泡在水里。第三招也是最稳妥的一招，就是我上一集稍微提到的套盆法。这里详细讲讲操作细节，不要直接把土填进网红盆，去买一个便宜的、底孔很多的黑色塑胶青山盆，或者是红色的双色盆，尺寸要刚好能卡在网红盆的边缘，或者稍微小一点能放进去。把植物种在这个透气的塑胶盆里，然后把整个塑胶盆架空放在网红盆内部。注意，这里有个关键点，就是里面的塑胶盆底部绝对不能直接接触到网红盆的底部，你必须在网红盆底下垫一块砖头，或者是倒扣一个小花盆，把里面的塑胶盆顶起来，让它的底部悬空。这样每次浇水的时候，多余的水流到外面的网红盆底，因为有高度差，里面的植物根系不会泡在水里，而且这2个盆之间的空隙形成了一个空气隔热层，夏天能防晒，冬天能保温，简直就是给植物穿了一件冲锋衣。解决了旧盆的问题，我们再来聊聊以后买盆该怎么选。选花盆不是看颜值，而是看数据，这里面有一个黄金比例。对于绝大多数的室内观叶植物，花盆的直径应该是植物冠幅的1/3到2/3之间。比如说你这棵植物叶子展开有30公分宽，那你选个10公分到15公分宽的花盆就足够了。千万别想着一步到位，买个大盆让它慢慢长。这就是园艺界那句至理名言，小盆养好花，大盆养死花。为什么？因为小盆里的土少，根系很快就能把土里的水喝完，土壤会经历一个明显的干湿循环。植物的根系很有意思，它在土壤变干的过程中，会拼命伸长去寻找水源，这个过程就是长根的过程。如果盆太大，土永远是湿的，根系就会变懒，觉得反正到处都是水，我不用动，结果泡着泡着就烂了。至于花盆的高度，通用的标准是盆高不要超过口径的 1.5 倍，一旦超过这个比例，就属于深盆的范畴了，风险系数直线上升。对于那些根系特别浅的植物，比如发财树、金钱树、虎皮兰，
还有绝大多数的多肉植物，盆的高度最好能控制在口径的1:1以内，甚至是更浅的波形盆。这些植物的根系天生就不发达，都是横向生长的毛细根，你给它那么深的空间，下面全是无人区，纯属浪费。再来说说材质的鄙视链，站在植物的角度，透气性最好的永远是红陶盆和素烧盆。这种盆壁本身有无数个微小的气孔，水分子和空气可以自由穿梭。你会发现红陶盆浇水后，盆壁会变深色，那就是水汽在往外散发。这种盆简直就是烂根的克星，特别适合新手。唯一的缺点就是重，而且容易泛白起眼睑，不太美观。其次是控根盆和青山盆，这种特殊的塑胶盆侧面和底部都开了槽，利用空气修根的原理，让根系长满整个土球，而不是在盆底盘成一圈。这种盆性价比最高，轻便好用，是大棚生产的主力军。最差的就是商用的陶瓷盆和那种加厚的水泥盆，它们基本上就是不透气的容器，除了美观一无是处。如果你非要买这种盆，一定要看底孔，底孔必须足够大，至少要有1块钱硬币那么大，最好是有3、4个孔。针对不同的植物，我们还要学会看人下菜碟。比如说兰花，它是气生根，根系需要光照和极其优秀的空气流通，所以专业的兰花盆侧面全是洞，甚至是用透明的塑胶盆，就是为了方便观察根系。你把它种在深瓷盆里，那是必死无疑。再比如绣球花，这是个大水牛，叶子大蒸腾快，夏天一天要浇2次水。对于这种植物，你反而可以用稍微大一点、深一点的盆，因为它喝水太快了，小盆根本存不住水，半天就干蔫了。但是这个深也是相对的，也不能用那种细长的竹筒盆。还有大家最喜欢的龟背竹和春雨，它们是天南星科的植物，根系非常粗壮，肉质根满盆跑。它们需要的是那种口径宽大的盆，让根系能舒展开。如果你用细高的网红盆，根系挤在一起，很快就会把盆撑爆，或者是互相缠绕窒息。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关于换盆的时机，很多新手把花买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换盆，觉得商家带的那个塑胶盆太丑太掉价，这是大错特错。植物刚到一个新环境，需要适应家里的光照、温度和湿度，这时候它处于应激状态，你这时候给它换盆，还要伤筋动骨去土修根，等于是在它生病的时候给它做大手术，风险极高。买回来的花，只要原来的盆不是特别破烂，建议先养个半个月、1个月，等它开始长新叶子了，说明适应了环境，这时候再考虑换盆。而且换盆的时候，尽量保留原土球，这就是所谓的假植。把植物连着土球拿出来，放到新盆里，周围填上新土，这样根系受到的伤害最小，浮盆最快。如果你发现家里的植物叶子总是发黄，或者叶间干枯，除了检查浇水和光照，一定要看看是不是盆的问题。有一种情况叫小苗穿大鞋，一棵很小的苗种在一个巨大的盆里，看着好像是给它提供了豪宅，其实是在害它。土太多，干湿交替太慢，小苗的根系根本吸不完那么多水分，最后的结果就是僵苗，几个月都不长一片叶子，或者直接烂根挂掉。这时候你要果断给它降级，换个小盆，你会发现它立马就开始猛长。最后还要纠正一个浇水的坏习惯，用深盆的时候，很多人怕浇多了烂根，就每次只浇一点点水，湿润一下土表，这叫浇半截水，上面的根喝到了水，下面的根永远是干的。时间久了，下面的根系全部枯死，植物就变得头重脚轻，根基不稳。无论用什么盆，浇水的原则永远是浇透，水要从底孔哗哗流出来才行。如果你用了我教的架空法或者高颗粒土，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浇透，不用担心积水。